不是赚钱就能致富。不要以为自己的工作很努力、很聪明，工作时间很长，就能实现自己的财务梦想、财务自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莉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关于理财规划、投资理财，在我们一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，就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影片了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钱，然后就会觉得没有钱怎样理财呢？可是为什么会没有钱呢？没有钱的原因有两种，第一是收入少，花费高；第二是收入不低，可是不管你是什么行业，到了一定的阶段，你的收入就会受到限制，起薪不再像以前那么多，通常只是少过 5%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没有钱，不够钱。接下来我就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没有钱，没有钱要怎么办？要怎么样理财？怎么样达到财富自由？ Our intuition is really fooling us in a repeatable, predictable, consistent way. There's almost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aside from taking a ruler and starting to measure it.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故事前先来介绍下 Dan Ariely， 他是杜克大学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及行为经济学教授。他研究我们大脑如何经常愚弄我们自己。人类的进化依赖于视觉。人脑的大部分都在处理视觉的信息，但我们眼睛经常误导我们。你如果不相信，就看看下面的例子。如果我问你哪张桌子更长，是左边那张窄的桌子，还是右边宽的桌子呢？大部分人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左边窄的桌子。如果你也是给了同样的答案，那么你就错了。两张桌子的长度一模一样，不信看看这里，长度是一样的。不服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同样一张图，同样的两张桌子，哪张桌子更长呢？你是不是还是觉得左边窄的桌子更长呢？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但是你的大脑仍然继续欺骗你。你就是觉得左边窄的桌子看起来更长。你的眼睛所看到的跟不上你大脑所想到的。Dan Ariely 在演讲中说，我们的直觉一直在愚弄我们。利用不断重复的事，始终不变的方式，让我们无法正确的做决定，让我们束手无策。我们做决策的时候，容易受到错觉影响。就算我们知道被错觉影响，可是还不去更正。就好像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养老金不够，却只有少数人为自己制定财务规划。长期的财务规划太复杂，所以选择什么都不做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忘了我们的局限是有限的。Dan Ariely 说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了解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局限性，就像我们认识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局限性一样，我们就能把整个世界设计得更美好。很多人的专业是医生、工程师、IT， 他们了解自己的行业，可是对于投资不清楚、不了解，想要投资就跟风。朋友说什么股票好，外汇好，就把钱都投进去，结果买了不知道几时卖，一直盲目的跟着别人，别人说什么好就买，没有正确的投资规划，最后亏得血本无归。就算亏了一次，也会再重复同样的错误，觉得这次和上次不同，一定可以赚钱，可是结果还是一样。再来 Raymond Dahl 是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。他曾经说过，在进入森林之前，他会问自己，我不知道的有哪一些？如果知道自己的局限，就能适应的调整，进而取得成功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局限，就会受到伤害。所以，无论我们的收入是高还是低，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。不是赚钱就能致富，这是很多人的错误概念。我们误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工作，很聪明，工作时间更长，省吃俭用，就能实现自己的财务梦想。但是靠薪水，不管它有多高，都不能让你真正富有，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。所以我们先要改变思维。
然后才可以为以后的每一步做准备，才能一步一步地迈向财务自由。如果你还是认为自己只靠工作赚钱能实现财务自由，我们来看看这些案例。传奇棒球投手克施林在职业生涯神奇的简直不可思议，帮助 Boston Red Sox 夺得了2个世界大赛总冠军，自己赚得了1亿美元。但是后来，他把自己所有的储蓄都投入了一家网络游戏创业企业，结果企业破产了，施林也破产了。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根据报道，曾签署一份价值近10亿美元的唱片合约，唱片销量超过 7.5 亿张。尽管如此， Michael Jackson 2007年濒临破产，因为无法偿还梦幻庄园2500万美元的贷款。Michael Jackson 花钱就像他永远花不完一样，但是后来他还是花完了。2年后 ，Michael Jackson 去世，据报道，他负债超过3亿美元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不管你的工作能赚多少钱，你总是有办法把全部都花掉？看看上面的例子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不只是普通人，那些巨星也是如此。我们似乎都有办法赚多少花多少。我想有些人肯定花的比赚的还多。我们能做到的是，简单地改变一下我们的投资理财策略，接受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。你必须掌控并利用复利的神奇力量，让财富增长。复利的力量会完全改变你的人生。大多数人刚开始投资，犯下最大的错误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充分地利用复利的巨大威力。复利能够利滚利，拥有翻倍再翻倍的增长魔力。复利是力量无比强大的工具，以致爱因斯坦称复利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。你如果停止工作，就会停止赚钱。复利能在你睡觉的时候照样不断地赚钱。也就是说，在你拿到工资收入后，在支付自己日常生活的消费前，你先要决定你能从工资收入拿出多少钱来储蓄。不管生活是好是坏，这些钱你都不会动。开始这条财务自由之路的方法，就是做出一个简单的决策，开始利用复利的无比巨大的力量。最终，你能赚多少钱并不重要。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例子，如果你不能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储蓄起来，你可能就会全部花费掉。但是，并不是把储蓄的钱放在床底下，你必须把这些钱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有机会钱生钱，持续增值。也就是说，你必须把这些钱用作投资，而投资也要选择正确的投资产品，根据投资规划投资。这样你会看到你的钱增值再增值。要记住的是，除非你承诺每次拿到收入都拿一部分出来储蓄，不然你根本不可能发挥到复利的巨大威力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有跟大家分享早开始复利和迟开始复利的分别，为什么我们应该立即开始投资。如果还没有看的话，可以看看。所以没钱就是因为没有储蓄，没有储蓄就不能投资。没有储蓄就说明你是一个靠工资赚钱的人。就算你很早开始储蓄，也要看回自己储蓄的钱投资到对的投资产品吗？有在钱生钱吗？有些人一直储蓄，为了投资一门生意。投资生意、创业没有错，可是还是需要投资规划，这样才能避免全部钱都投资生意亏掉了。我们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错觉，开始投资规划，定期储蓄，持续投资，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的未来创造终身收入。山顶上的人不是从天上落到山顶上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爬。可是，我们可以选择哪一条路比较容易爬。思维正确，才能坚持我们的财务自由之路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。还有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，有什么心得也可以分享出来。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理财内容，或者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的问题，也可以在下面填写表格让我知道哦。
想要看到接下来的影片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